全球华语摩课室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台湾科技大学阮胜章教授，欢迎大家来参与这门物联网系统平台与应用的课程。相信各位同学在上节课中对嵌入式系统有了初步的认识。接下来要为各位同学介绍目前嵌入式系统中最热门且应用层面最广泛的开发版——树莓派 （Raspberry Pi）。在使用之前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树莓派的演进。Raspberry Pi 的名称一半来自于 Raspberry 树莓或覆盆子，另一半则来自于 Pi， 不仅是数学圆周率 Pi 的谐音，同时也意指 Python 程式语言。因此 Raspberry Pi 的中文翻译就是树莓派。Raspberry Pi 是由英国树莓派基金会所开发，目前是希望开发一款仅信用卡大小的单板微电脑。除了可以接电脑萤幕显示之外，也可以使用一般的电脑键盘与滑鼠作为它的输入界面。树莓派它期望以低价的硬体跟自由软体的设计理念，刺激学生学习与进行资讯相关的研究，同时自行设计嵌入式系统应用，介于解决科学或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树莓派自2012年第一代发布以来，共发表了多种型号，其中包含第一代的 Model A、Model A Plus、Model B、Model B Plus、Compute Module， 以及树莓派的2代跟树莓派的3代。目前市面上较容易取得的型号是第2代与第3代。它的功能完整且价格低廉。它外观跟第一代的树莓派 Model B Plus 相似，这2代主要的差异是，第3代它支援无线网络跟蓝牙。在对树莓派有了初步的认识后，接着让我们按图索骥，一同细数关于树莓派有哪些组件，品味树莓派设计团队的匠心独具吧。在这边，我们以最新的树莓派3代为各位同学做介绍。首先，我们先介绍树莓派的心脏 CPU。我们能在板子上找到一颗由 Broadcom 出品，结合了 CPU 跟 GPU 封装而成的 BCM2837 晶片。这颗晶片也是树莓派3大最大变革之一。不同以往树莓派2代的 ARM V7 架构，树莓派3代它采用了具备4核心的64位元的 ARM V8A53， 这是第一款64位元核心的树莓派，它的时脉高达 1.2 GHz， 这样使得新的树莓派3代比以前的那一代快了约 50%， 只是效能提升也是有代价的。新款的树莓派3代，它的耗电量也比树莓派2代多了将近一半。要能驱动树莓派运作，最重要的就是电源。为树莓派供电的方式很简单，我们只需透过 Micro USB 界面提供5伏特的电源就能运作。我们日常使用的手机充电器即可为树莓派供电。电源供应的选择对树莓派的稳定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我们建议使用 Micro USB 电源供应器。树莓派所使用的 Micro SD 卡是一种小型的快闪记忆体，用来作为树莓派的主要储存设备，储存作业系统跟应用软体等资料。Micro SD 卡在智慧型手机或行动装置也被广泛的采用，因此它的厂牌相当多，价格也相当的低廉。在这边我们会采用8G 或16G 以上的 Micro SD 卡。树莓派提供4个 USB 2.0 的界面，它可以用来连接各种 USB 的设备，像键盘、滑鼠、随身碟等等。要使树莓派具有网络连线的能力，我们可以使用树莓派的以太网络界面跟有线网络做连接。除了有线网络之外呢，树莓派3代也能透过本身的无线网络天线来连接 WiFi 网络。树莓派拥有 3.5 毫米音源输出界面，用来做立体音源的输出，
它可以用来连接耳机、喇叭或音响等设备。另外，树莓胎利用高画质多媒体界面，简称 HDMI， 它可以用来连接电脑萤幕或电视机，而 HDMI 同时也包含着音源的输出。新款的 Raspberry Pi 3最大的变革应该就是内建的 WiFi 跟蓝牙 4.1。在这边，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蓝牙 4.1 跟 4.0 的特色。如果说蓝牙 4.0 主打的是省电的特性的话，那么蓝牙 4.1 的关键词应当就是物联网了。为了实现这一点，对通讯功能的改进是蓝牙 4.1 最重要的改进之一。大家都知道，蓝牙的传输速率一直是为人所诟病的问题，它跟 WiFi 比起来，相较的差了好几个等级。所以蓝牙 4.1 在传输速度上进行了升级，使得批量数据可以以更高的速度来传输。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利用蓝牙做高速的影音串流。这一个改进，主要是针对还是刚刚兴起的穿戴式设备。比方说，以前我们比较常见的健康手环，它发送出来的数据流并不大，但是透过蓝牙 4.1， 我们能够更快地将跑步、游泳、骑车过程中收集到的资讯传输到手机设备上，那用户就能更好地随时监控运动的状况，这是有相当大的用处的。除此之外，在蓝牙 4.0 时代，所有采用的蓝牙 4.1 LE 的设备都会被贴上 Bluetooth Smart 或者是 Bluetooth Smart Ready 的标志。其中 Bluetooth Smart Ready 设备指的是 PC、平板、手机这样子的连接中心设备，而 Bluetooth Smart 设备指的是蓝牙耳机、键盘、滑鼠等扩展的设备。之前这些设备之间的角色是早已经安排好，并不能进行角色的互换，只能进行1对1的连接。而在蓝牙 4.1 的技术中，就允许设备同时充当 Bluetooth Smart 和 Bluetooth Smart Ready 两个角色的功能。举个例子来说，一个智慧手环既可以监控使用者的运动资讯，并将收集到的资讯透过蓝牙传输到智慧型手机，同时它又能作为一个显示设备，显示来自于智慧型手机上的邮件跟讯息。借助蓝牙 4.1 技术，智慧型穿戴装置能真正成为的系统控制中心。综合以上的优点，这让新的树莓拍不但能取代桌上型电脑，在物联网应用时，它也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中心枢纽。树莓拍的状态指示灯用于显示树莓拍的工作状态，分别有 Act 跟 Power 这两盏指示灯。ACT 是绿色的指示灯，用于表示 SD 卡工作状态。它闪烁的时候呢，就表示正在读写 SD 卡，可以理解为硬碟灯。而 Power 呢，就是红色的电源指示灯。除了一些常见的连接界面之外呢，树莓拍还提供了 CSI 跟 DSI 界面。图中所示即为树莓拍提供的显示器界面 DSI， 它可以与树莓拍专用的触控萤幕连接，并且使用 DSI 作为输入。由于体积小且供电不需占用其他连接的界面，它也为使用者提供另外一项选择。摄影机界面 CSI 则是在 HDMI 与 3.5 音源输出孔之间，我们可以透过 CSI 连接摄影机模组。目前树莓拍提供的摄影机模组包含一般的彩色摄影机跟红外线摄影机两种。嵌入式系统开发者可以根据实际的应用选择适合的摄影机。树莓拍提供了一组通用的 I/O 界面，简称 GPIO， 共有40个接角。有了这些 I/O 界面，树莓拍就可以用来连接与控制周边的电子零件与设备，例如控制 LED 灯、感测器或者是控制板。那什么是扩充板呢？当树莓拍 40P 的 GPIO 不敷使用的时候，或需进一步扩充 GPIO 的功能时，我们就可以考虑使用扩充板。树莓拍的扩充板种类非常的繁多，
我们就列举几种常见的扩充板。Group Pi 是专为 Raspberry Pi 设计的感测器扩充板，可直接支援许多感测器模组。Girtboard 可以扩充树莓派的 GPIO。由于 Girtboard 的程式设计也可以使用 Arduino 的开发软体，因此也适用于熟悉 Arduino 的开发者。Elemode 扩充板结合树莓派与 Arduino 的多项功能特性，它可以透过树莓派的作业系统运行 Arduino 的开发软体。由于它能直接使用树莓派在 Arduino 上撰写程式，因此支援较复杂的嵌入式系统专题。PiFace 共有几种扩充板，例如 PiFace Digital、PiFace Control and Display、PiFace Realtime Clock 等，它都可以用来扩充周边的控制能力。除了上述的扩充板之外，有些扩充板它要自行组装与焊接，所以在选购的时候就要特别的注意。此外，市面上也可以取得特定用途而设计的扩充板，例如马达控制、无线通讯、继电器模组等等。这节课我们介绍了树莓派的演进以及树莓派各组件的介绍。下一个章节我们将介绍一些树莓派的应用实例。